接下来介绍几种不使用花卡来进行花样编织的方法。通过半针距 P 和 H 的切换，来进行单元保针的编织。这种方法在单螺纹和双螺纹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接下来讲解的一面是平针编织的。我们先来设定一下机头的设置。现在我们的编织物已经完成了，起针和机器编的步骤。讲一下凸轮的设置。机头左侧的侧凸轮杆放在三角的位置，右边的侧凸轮杆在圆圈的位置。凸轮杆放在 T 的位置。因为我们要做极圈编织，所以密度盘放在4。腹肌的机头设置不变。那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翼形。这种状态下，主腹肌的织针都是处于工作状态。将机头拉回。这种状态使主机和织针挂上毛线，并不被编织。腹肌的织针被编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回拉动机头，编织一定长度。我们编织一段单元保针之后，先不取下织物，接着编织一位的英国螺纹。此时我们机头的设置不变，只要转换移动手柄2格，就可以实现一位的英国螺纹编织。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首先我们在 P5 的状态下编织2行。然后我们将摇动手柄移动到7的位置。移动2格之后，腹肌的织针也会偏移2针。继续在这个状态下编织2行。2行编织好以后，再将摇动手柄的位置回到5。2行编织完之后，再将摇动手柄放到7的位置。我们重复以上的操作，就可以实现一位的英国螺纹编织。
我们也可以通过现在这种操作的方法，来追加其他小重锤的悬挂。接下来，我们将织物从机器上取下。这个下面是单元保针，这一面是我们编织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一面为正面。上面这一段是一位的英国螺纹，这一块织物上的花纹编织是通过转动我们腹肌上的摇动手柄来实现的。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通过转动下面的移动手柄来实现其他各种花样的编织。具体操作方法请参考说明书。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半针距杆在 P 的位置，摇动手柄在5的时候的一些操作。但是这时候我们要加上驱动凸轮。我们在机器上装驱动凸轮，来进行极圈螺纹的编织。这个编织是在腹肌上每隔2行编织极圈的一种方法。我们在机器上起好了针，并且完成了机器编的步骤。我们首先将驱动凸轮放在腹肌的这个部位，半针距杆设定在 P5 的位置。接下来讲解机头部分的设置。首先讲一下主机机头部分的设置。首先，机头两边的侧凸轮杆放在圆圈的位置。凸轮杆放在0的位置。密度盘放在4，然后设置腹肌的机头，同样将密度盘设置在4的位置，置位杆放在1的位置，挑起杆放在左边 U 型位置。那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翼型。编织的时候要将自动置位杆拉过刚才的驱动凸轮。
这样自动置位杆会自动移位。然后再把机头拉回。这时织物的现象是，只有主机的织针是被编织，副机的机针只是挂着不被编织。同样，我们机头拉到左边的时候，机头还是拉过驱动凸轮。此时自动置位杆又回到1的位置。当我们感觉织物有上浮现象的时候，一定要挂上重锤。机头通过时一定要拉过自动置位杆。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拉动到所需的长度。拉动到所需的长度后，我们将织物取下。我们卸下织物前，先将线从线口取下，拿掉织物上的重锤，然后一只手拿住编出板，一只手慢慢拉动机头。这样织物就从机器上取下来了。这就是极圈螺纹。这是极圈螺纹的反面。这个上面一部分花纹和下面一部分区别是，通过转换左边的摇动手柄来实现的。板针距杆在 H 的位置的时候，这种花纹是可以编织的，到时候可以自行尝试。接下来我们介绍使用花卡来配合附件编织的穿孔及圈螺纹。我们先将花卡托架插到孔内，这样就防止花卡倒下。
便于我们在编织的时候看到花卡上的数字。我们已经完成了机器起编的部分，现在半针距杆在 H5 的位置。机器编已经完成了，我们要让机头记忆住花卡的花型。首先将主机的两边的侧凸轮杆都拨到三角的位置，凸轮杆还是放在0的位置。密度盘调在3，副机机头的密度盘也调在3，其他部分设置不变。下面我们确认自动置位杆是否在1的位置。那接下来我们就移动机头，让机头记住花卡的花型。现在机头已经记住花卡的花型，现在我们将花卡锁定解除。接下来我们将主机上的凸轮拨到 T 的位置，然后移动机头，每拉动一次，花卡会转动1行。我们也可以根据所使用的毛线的粗细，来适当调整密度盘的大小。现在我们使用的花卡是设置在主机上使用的花卡。那接下来我们使用副机的花卡来编织穿孔窄纹极圈。我们两个花卡来对比一下，副机花卡上带有 R 的字样。花卡装好后，我们将花卡锁定打开，然后拉动机头1行，让机头记住花卡的花型。然后打开花卡解除。此时将主机的凸轮杆放到 SJ 的位置，
然后来回拉动机头。这种花型的编织建议使用细毛线来编织。织完之后，我们将织物从机器上取下，取下重锤，将线从线口取出，缓慢拉动机头，将织物取下。上面的花纹就是我们刚刚编织的穿孔窄纹极圈。凸轮杆选择的是浮雕编织。下面花纹是凸轮杆，选择在极圈时编出来的花样。这是正反面的一个对比效果。接下来我们进行天纱螺纹编织。我们在进行天纱螺纹编织的时候，先准备好这个天纱导线缩嘴。然后将这个天纱缩嘴换到原来的线口内。更换时，我们只需要将原来的螺丝松开，取出原来的线口即可。我们在安装天纱导线缩嘴的时候，一定要将它定位在边上2个螺丝的部分。然后拧紧螺丝。接下来我们穿线。首先，我们将较粗的毛线放到 A 号线口。穿线的时候要注意，下面的孔也要穿过毛线。然后我们再穿天纱所需的细线。因为我们天纱编织是2根毛线一起被编织，所以选择毛线时一根要比较细一点。细的纱线放在 B 线口，
穿线的时候，要确认细线是否也顺利地通过下面的线孔。这样线就穿好了。穿好线之后，我们就开始编织。我们看一下这个状态，是2根线同时被编织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编织的方法，并且转动腹肌上的摇动手柄，来变化各种花形的编织。这就是天纱螺纹的编织。那接下来我们讲用花卡来进行驱动空花编织。这时我们会用到这个 P 机头，我们可以用这个 P 机头将织针从 B 位推至 C 位。通过这样来回操作，将织物暂时脱离毛线。通过这个 P 机头来形成驱动空花的编织。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起针。接下来讲解一下机头部分凸轮的设置。首先将机头两边的侧凸轮杆放在圆圈的位置，凸轮杆放在0的位置。将密度盘稍微调大1格，放在5。接下来讲腹肌机头的设置。置位杆都放在1。密度盘稍微调小2格，放在3。然后拉动机头，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全螺纹编织的起针法，所以起完针后，我们确认一下针是否完全被编织。这边补充一下，腹肌上的这个半针具放在 H5 的位置。
我们在装这个编出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是主机的支针会暂时脱离织物。因为编织的时候，主机的织物会暂时脱离针钩的，所以我们在安装编出板的时候，一定要安装在靠近腹肌沉降针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用这个 P 机头将主机的支针暂时卸下，将 P 机头设定在主机机体的右边，然后拉动一次机头。这时，所有的支针都跑到 C 位，然后再拉回机头。这时，所有的织物都挂在腹肌上，主机上的织物全部脱落。刚才我们用 P 机头将主机上的织物全部卸下，所以我们在使用 P 机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编出板挂放方法，否则织物将会从机器上被脱落。所以我们要脱落主机上织物的时候，一定要使编出板和腹肌的沉降针所对应。接下来，我们挂上重锤，挂上重锤之后，我们编织3行。首先，我们将主机机头的凸轮放在 SJ 的位置，其他凸轮位置不变。先编织一行。
此时只有腹肌的支针是工作的。然后继续编织2行。接下来安装花卡。我们将花卡转到1的位置，并且锁定。接下来让机头记住花卡的花型，所以我们连续拉动机头3次。这样花卡的花型就被记住了。接下来，我们将主机左右两边上的2针推到地位，并将花卡锁定杆解除。接下来讲解下机头部分凸轮杆的设定。首先，我们将主机机头靠近所需编织支针的这边侧，凸轮杆放在3角的位置。P 机头设定在腹肌的左侧。移动 P 机头，使支针跑到 C 位。取下 P 机头，然后拉动机头编织一行。此时，主机机头上的支针在花卡部分都挂上毛线。接下来还是将 P 机头放在腹肌的左侧。使支针移动到 C 位，然后拉动机头，接下来将 P 机头放在主机上。从右往左滑动一行，此时支针跑到 C 位。接下来我们拉回 P 机头，这时原本挂在主机上的织物全部脱落。我们将 P 机头放在腹肌上，我们拉动一次 P 机头，使支针移动到 C 位。
然后拉动机头。再次将 P 机头放到副机上，从左向右拉动 P 机头，使支针移动到 C 位。拉动机头。接下来再次将 P 机头放在主机上。与刚才一样，从左向右拉动 P 机头一个来回，使织物从机器上脱落。接下来将 P 机头放在副机上，从左向右拉动 P 机头一次，拉动机头。再次 P 机头放在副机上，从左往右拉动一次，然后拉动机头。同样再次将 P 机头放在主机上，从左向右拉动一个来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P 机头在主副机上使用，来完成花样的编织。这就是驱动空花的编织。